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想念是比天涯更远的距离。程毅消失的那一天，至今整整1个月，满月了，果果们还在等。为什么等？因为他没声音。有人说他有自己的态度，有自己的选择。但网友更直接，消失1个月了，还不出来说话。果园的想念疯了，疯长，满屏都是想念程毅，想念琪琪，想念傅山海，绿得让人眼晕。这种现象，圈里人不陌生。流量明星的粉丝不沾人，能叫粉丝吗？但问题来了，程毅的想念真的只是想念吗？有果果留言，我们只想要一条微博，哪怕一句大家好。一条微博难道这么难？有人猜他在回避，回避什么？留言、非议，还是圈外的喧嚣？但另一边又有人说他在积蓄力量，准备下一个角色。这种说法看似合理，但不免让人疑惑：积蓄力量真的需要消失1个月吗？他不发声，粉丝却没停，每天都在续杯想念，越酿越浓。这种爱真是让人又羡慕又感叹。但冷静下来想一想，这份爱是否也带点自私？对程毅来说，这种高粘度的爱真的轻松吗？有网友直言，粉程毅就要耐得住寂寞，耐得住寂寞。圈里人都知道，粉丝往往最耐不住的就是寂寞。但程毅就是耐得住，这人从来不按常规出牌。别人靠炒作，他靠沉默；别人在微博活跃，他在角色里潜伏。有人说他是有态度，也有人说他是佛系。真的是佛系吗？还是有更深的考量？关于程毅的态度，圈里看法不一。有人佩服他的心静如水，也有人觉得他太冷。冷到让人心急，但他从不解释，不解释就是他的态度。有人说他把粉丝放下了，但明明是粉丝不肯放手。每部剧播完，他都像在说剧终了，该回归生活了。可果果们不听，再多看一眼，再多陪一会。有人这么说，甚至有人留言，我们只是想知道他好不好。但圈里都知道，程毅不在意这种好不好的话题。他的好不好，只有角色知道，下一部剧知道，他自己知道，其他人不重要。2025年，他曾说过希望新的一年有更大的勇气和决心。但2025年还没过完，他就完了，消失。消失就意味着勇气和决心吗？还是意味着更大的筹谋？他的粉丝说，傅山海是窖藏的佳酿，但感情上的窖藏，就一定能等到开瓶时的香气吗？这也是个问号。傅山海在慢慢成为一种期待，期待能不能兑现？还是会像其他剧一样，成为一场不可避免的宿命？有人说，这是他和天地赤诚相见的一次跋涉，但跋涉之后，还会有多大的回响？这个问题，圈里人都在等答案。有人担心傅山海能不能走出来，也有人担心傅诗琪这个角色会不会成为程毅的一个高峰。但程毅却不担心，他的沉稳让粉丝焦灼，他的冷静让网友着急。这是一场矛盾的拉锯战，粉丝在等他回归，他在等下一个角色。网友说他是不是拿了哈利波特的隐身衣？如果是隐身衣，那他一定穿得很舒服，卸下喧嚣，回归本真。但圈里人都知道，娱乐圈没有真正的隐身，你越隐，外界越燥。有人在说他沉默是金，也有人说他沉默是冷。但程毅本人似乎不在乎，他依然在沉默。沉默究竟是保护还是反击？这也是个问号。粉丝在缠绕着想念，爱意疯长。
但有一天，疯长的爱会不会成为负担？这个问题没人敢直接回答。果果们说等他回来。回来，一定要回来吗？也许他已经回来，也许他从没离开。但最可怕的答案是他不愿回来，不愿回来，却被迫回来。这是圈里最复杂的情感，也是粉丝与明星之间最大的冲突。果果们会不会继续等？大概率会，但等的期限有没有尽头？这才是问题的核心。有人问他真的会盛开吗？也许吧。清风自来，诚意想念是比天涯更远的距离。你好，我是诗意光影，一名快乐的大龄追星女，欢迎走进诚意的世界。这个可爱的日子到今天正好满月，不知是果果们太沾人，还是1个月太久，想念已如藤蔓般疯长，在一朝一夕间肆意缠绕。整个果园裹挟着盛大的想念，飘散在所有可触及的角落，生发着爱的枝桠。方才知晓，原来在漫漫又漫漫的荒芜里，有那么一个人是永远见不够的。原来竟然有用之不竭的爱意和想念。这份爱和想念，不染情爱，不涉秘密，无关风月，只是纯粹的想念。今天的思念若太浓，便写出来，想必应有无数同频的想念，絮絮叨叨汇聚在一起，穿过旷野的风，凝聚成漫天的绿，震耳欲聋。粉诚意要耐得住寂寞，一代二代果果的叮嘱，就这么亮闪闪地照进了现实。其实我们从来都知道，他有他的态度，任凭外界的声浪有多强，他挥挥衣袖，在他的世界里享受家人的时光，然后投入到他最喜欢的事情下一个角色。对他的爱，从一开始就注定有浓厚的结界。每每播剧，他邀请你高飞于角色的世界，看他的喜怒哀乐，入他的人生之息。而剧终了，他轻轻地把你放下，暂别在下一个角色的约定。他用行动告诉我们，暂时调低望向他的目光，各自沉到各自的位置，好好生活。殊不知，想念让爱愈加醇香浓郁。不管我们各自生活的平行线如何运行，下次重逢都依然存有最初的欢喜。也许他拥有了哈利波特的隐身衣，得以安心的回归生活。清空纷纷扰扰，卸下喧嚣的痕迹，回归本真纯白。轻盈的时光最是抚慰，让他可以在静默中积蓄新的力量，来抵御伤害、疼痛、迷茫和震荡，去攀登更高的山峰。我们静等被亲情滋养后一个更加丰盛和真实的少年回归。2025年伊始，他曾说希望新的一年有更大的勇气和不磨灭的决心。今天，富山海牵动着我们的心，四方的情绪都令人玩味，但请相信御酒迷香，富山海在慢慢成为一瓶窖藏，开瓶时定是让人欣喜的佳酿。如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，一部剧也有一部剧的宿命。在光芒之前踏足的脚步，总会有些泥土，有些青涩，有些无措。富山海注定是一场与天地赤诚相见的跋涉。愿我们都可以如琪琪一般，在喧嚣中修得静气，在毁誉中练就金刚，面对漫天非议，坚守住心灵的花园，不必争辩，自有群山回响。亲爱的琪琪，希望你在成为富诗琪的时光里，拥有珍贵的自由和舒适。